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呆萌财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聚焦2025年炙手可热的黄金投资，聊一聊以下几大亮点。首先，黄金价格突破历史新高，涨势惊人。第二点呢，投资大佬巴菲特为何不看好黄金呢？第三点，达里奥、哈利布朗等投资大佬又是如何看待黄金呢？第四点，黄金价格与货币发行量的关系是什么？最后一点，单买黄金的话波动太大，那么如何通过组合投资来降低风险呢？就让我们一起喝着茶，轻松地聊一聊黄金投资的那些事儿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聊一聊黄金价格的惊人涨势。2025年4月22号，黄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，达到每盎司3505.9美元。从2022年11月3号的低点1618.3美元每盎司算起，金价在不到2年半的时间里上涨了117%，涨幅翻倍，非常的惊人。这一波涨势的背后呢，有几个关键的驱动因素。首先，全球央行购金热潮。也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，全球央行净购金量就已经超过了1450吨，创下了历史纪录。其次呢，地缘政治紧张，俄乌冲突、中东局势等地缘风险都推高了避险需求。然后呢，美元走弱预期。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2025年继续降息，美元指数承压。最后呢，就是通胀与货币贬值的担忧。全球债务水平高企，投资者纷纷转向黄金保值。各大投行呢，也纷纷调高了黄金价格的预测。高盛甚至表示，黄金可能合理的达到4500美元每盎司。高盛在2025年4月表示，黄金有可能在2025年年底达到3700美元每盎司，极端情景下甚至可能触及到4500美元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预测。那么投资界的大佬们是如何看待黄金呢？黄金是否适合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呢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巴菲特为何不看好黄金呢？ Warren Buffett 这位被誉为股神的投资大师，他对黄金的态度非常的明确，他不看好黄金作为长期投资资产。他在2011年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信中的经典论述说道，今天全球所有开采的黄金如果融化成一个立方体的话，那么它的边长大约是68英尺。以当时的价格，也就是1800美元每盎司来计算的话，这个立方体的总价值约为 9.6万亿美元。您可以用这笔钱买下美国所有的农田，就是大约4亿英亩的农田，再加上大约16个埃克森美孚公司，这是当时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。那么最后呢，还能剩下大约1万亿美元的现金。100年以后呢，这个黄金立方体还是那个样子，不会产生任何东西，而农田会生产出大量粮食，埃克森美孚会支付巨额的股息。所以呢，巴菲特的核心观点是，黄金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，它不会像股票、农田或者房地产那样产生现金流或者分红。他曾直言，黄金只是躺在保险箱里，祈祷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它。所以在巴菲特看来，投资应该聚焦于能够创造长期价值的资产，而黄金显然不符合他的投资哲学。那么其他投资大佬是如何看待黄金呢？虽然呢，巴菲特不看好黄金，但是其他投资大佬却对黄金青睐有加。我们来看一看2位著名投资组合大佬的观点。首先呢，雷达里奥
他认为黄金是多元化投资的基石。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是黄金的坚定支持者。他认为黄金在以下场景中尤为重要。首先呢，就是在货币贬值的时候，当央行超发货币导致购买力下降的时候，黄金能够有效的保值。其次呢，在地缘政治风险的环境下，黄金是对冲不确定性的绝佳工具。所以呢，达里奥建议投资者将资产的 5% 到 10% 配置到黄金。在他著名的全天候投资组合中，黄金占比 7.5%。这个组合呢，通过分散资产来降低波动，长期表现稳健。达里奥曾经表示，黄金呢不是高回报资产，但它是平衡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尤其是在低利率和货币贬值的环境中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里布朗的观点。他认为黄金是终极避险资产。永久组合的发明人哈里布朗认为，黄金在极端情况下，比如说货币危机或者是全球经济动荡的时候，是无可替代的避险资产。他曾经说过，在全球货币危机或者美元危机当中，没有人能够控制黄金价格，因为太多的人会争相购买。所以在永久组合中，黄金占比高达 25%。 这个组合目的在于应对各种经济环境，比如说繁荣、通胀、衰退、通缩等各种经济环境。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历史数据。在1972年到2003年，永久组合年化回报率为 9.5%， 波动率远低于纯股票组合。然后呢，黄金在1970年代，也就是通胀高起的时候，和2000年代初，也是经济低迷的时代，为组合贡献了关键收益，证明了其避险价值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黄金价格的核心驱动逻辑，也就是说它与货币发行量的关系。那么黄金价格的长期走势呢，与货币发行量密切相关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当央行印钞过多，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时候，投资者会转向黄金来保值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两个历史案例。首先，在1970年代，美国退出金本位。1971年的时候，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，美联储大幅增加货币供应，通胀飙升，金价从1971年的35美元每盎司涨到了1980年的850美元每盎司，涨幅超过了2300%。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美联储又推出了量化的宽松政策，货币供应量激增。这个时候呢，金价从2008年的低点约800美元每盎司涨到了2011年的1900美元每盎司，涨幅约为138%。然后我们再来看2024年以来，全球央行购金热潮，也就是达到了1450吨，和美元走弱预期进一步推高金价。当前美国 M2 货币供应量截止到2025年3月呢，约为21.2万亿美元，较2020年增长约为 30%， 这为金价上涨提供了长期支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投资建议，那就是组合投资，降低波动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长期趋势明确向上，它的保值功能在货币贬值和地缘政治动荡中呢尤为突出。但是呢，黄金价格波动又比较大，单买黄金呢肯定存在一定的风险。所以呢，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最大回撤，也就是说在1980年到2008年，黄金经历了长达28年的潜伏期，最大回撤高达 70.26%。
在1968年到2025年，年化回报为 8.14%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图表中也可以看到它的短期不确定性。也就是说，在短期内呢，它的涨跌难以预测，受到宏观经济、利率、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。因此呢，呆萌才建议大家将黄金作为投资组合的一部分，采取长期持有策略，同时呢，通过组合投资来降低波动。以下是我们推荐的2种经典组合的黄金配置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哈里布朗的永久组合，黄金占比 25%， 1972年到2003年年化回报为 9.5%， 最大回撤约为 20%， 波动率呢远低于纯黄金的组合。其次呢，是达里奥的全天候组合，黄金占比 7.5%， 长期年化回报约为 7%， 最大回撤比较低，适合追求稳健的投资者。然后呢，我们再举个例子，50%的标普500加上 50% 的黄金组合，然后我们用这回测了1968年到2025年的数据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的年化回报呢是 10.41%， 单调黄金的是 8.14%， 它的最大回撤呢是 38.62%， 相比黄金的 70.26% 要低得多，回撤直接砍半，对不对？感谢收看本期呆萌财，如果您觉得内容有用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